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我们简单回测一个澳币相关的交易策略啊，叫做季风动能策略啊。它最初是在澳美这个货币对上开发的啊，但是整体复盘下来，发现它不仅是澳美啊，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澳币相关的货币对啊，用这个策略都是有效果的啊，有些表现呢比这个澳美还要更好一些啊。那么这个策略它使用的这个评判的这个逻辑啊，就是非常的大啊，非常的长啊。它是使用3个月前的月开盘价作为判断长期方向的一个风向标啊，就如同这个季节性的这个风一样啊，就是为我们整体的交易设定了一个宏观的基调，然后再使用这种熊力指标和牛力指标这种动能指标去准确的去寻找离场点啊，当然过程中也会使用这个布林带的宽度和区间的一个高低点啊，用作这个持仓过程的一个跟踪止损啊。那么它大部分的这个逻辑啊，我都已经写在这个文档中了啊，感兴趣的可以去我公开的网盘下载查阅啊。那么视频中我就不再赘述了啊。这个策略的源码我还是会上传到内部学员的教学资料中啊，感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啊。好，那么对，这就是这个文档啊。那么接下来我就是先回测一下澳币相关的这个货币对啊，包括这个澳美啊、澳加呀，还有欧澳、澳日啊这些澳币相关的品种啊，我们都去测试一下啊，然后我们再测一下WFA， 包括参数敏感性啊，还有一些品种相关性的一些操作啊。我们就先测试一下澳美。然后我们回测的时间就选择2012年的1月1号到2025年的10月15日啊，那么也就是将近13年零10个月的时间啊，这还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区间了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时间周期的话，就选4小时啊，然后其余的就保持默认啊，不需要改。好，这就是澳美盈利因子 1.6， 交易笔数的话有一点少啊，对，这就是稍微有一点少啊。然后澳美之后我们记下来之后，我们再回测一下，澳加、澳日这些都测一下。澳加同样的不要改啊，同样的测试环境。这是澳加的啊，也还行啊。好，我已经把全部的澳币相关的品种都测了一遍啊，并且导入到这个QA 里面，我们可以详细的观察一下啊。好，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这个交易品种，这个交易笔数都不多啊，毕竟是做这个4小时周期的。但是把它们都加起来做成一个 portfolio， 做成一个投资组合的话，那么它这个交易笔数就还可以啊。然后如果我们是以这个 profit factor 以这个盈利因子作为评分依据的话，那么表现最好的是这个欧澳啊，是这个欧澳，它的表现从曲线上来看的话也是最好的啊。然后次好的是这个澳加，然后是澳美、澳日、棒澳啊，这就开始拉胯了啊。澳瑞，然后最差的话是这个澳纽啊。不过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啊，这个策略应该是总结到了澳币的一些特性的啊，它的穿透性啊、普适性还是有的啊，是一个加分项啊。好，做完了普通的回测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策略它在澳美上 WFO 的一个测试结果啊。那么这里先给
一些不了解的同学解释一下什么是 WFO 啊。WFO 就是模拟一个交易员在真实交易环境中不断学习、不断适应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学习、测试，然后向前滚动，再学习、再测试啊。那么它的精髓就是在于，它可以把一次长达10年的一个回撤拆分成10次独立的这个备考加考试，而我们最终要看到的就是资金曲线在红色的这些考试部分的一个总体表现啊。如果策略在每一次的大考中都能够稳定的通过啊，那么就是强有力的证明了这个策略是稳健的，而不是一个只会做练习题、只会这个 overfitting 只会过度拟合的一个书呆子啊。这里面其实有一点点那个机器学习的感觉啊。不过大家不理解的话也没有关系啊，你只需要知道 WFO 的结果如果和这个原始的灰色的是原始的这个策略的绩效结果，它的曲线趋向于一致甚至更好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策略是比较稳健的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分项啊，因为它与传统的这种一刀切的这种样本内和样本外的话，它首先就是样本外的这个数据集非常的多，然后就是它也验证了这种样本内训练、样本外测试这个动作究竟有没有用啊？这是一个很多专业的这个量化交易者都在用的一种方式。好，那么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策略它在澳美上的WFO 的一个结果啊，能够看到这10次考试中，也就是这10个这个时间窗口中，有6个这个样本外的窗口啊，它都是正向收益的啊，就是还可以啊。包括这里我们观察它的这个曲线的接近程度啊，蓝色的话是 WFO 的资金曲线啊，灰色大家看到这里没有？灰色的这个是原始绩效的一个曲线啊，虽然WFO 并没有超出很多啊，但是也没有很差啊，所以看这个 WFO 的结果的话，最起码它不是一个减分的一个项目啊。好，再接下来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进行了500次的这个随机修改历史数据之后回撤的这个蒙特卡洛曲线的分布情况和具体的一个数值啊。可以看到，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管你怎么去修改这个历史数据，最终它们的曲线都是趋向于一致的，并且我们看95%置信水准的这一条，它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啊，可以看出策略的一个稳健性啊。它也意味着我们未来95%的情况，策略的表现都至少要比这里的要好啊，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兜底啊，就是兜底的一个测试啊。然后我们再看第3个测试，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参数扰动啊，也是参数的敏感性分析啊，同样是500次的扰动，可以看到参数的表现啊，参数的这个原始参数的一个表现还是比较保守的啊。你看很多的这个参数的表现都会更好啊，有些是比我们原始默认的参数表现要稍微差一些啊，但是它们总体的这个走向都还是可以的啊。再然后是这个针对我们澳币相关系列这个货币对的一个投资组合做的订单的蒙特卡洛模拟啊，当然这里是进行了5000次的模拟啊。然后我们看95%置信水准的话，我们看 Return TD Ratio 这一列，也就是风暴比这一列的话，其实相比较最原始的这个策略绩效，并没有下降很多，这还是很不错的啊。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各个品种的一个相关性啊，毕竟
你这个投资组合都是澳币相关的啊，其实是非常有可能这个同手同脚啊，就是同时间开平仓的啊。那么如果你都是同时间的去开仓平仓啊，那就没有做这个投资组合的必要了啊。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portfolio 这个投资组合，澳币的投资组合，它的这个相关性还是非常可以的啊，因为我们几乎肉眼看一下，它都没有超过0.2的啊。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小于0.4的这个相关性，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它这里连0.2都没有超过啊，就是还是可以的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简单回测了一下这个季风动能策略啊。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拜拜。